在听到了那巨大的撞击声之后，苏无忌杀气腾腾地喊道：小庞，谁敢动你，格杀勿论。是。小庞挂断了电话，一脚踹开了车门。我现在就需要去一趟辅济岛。苏无忌说道。哥者，给我找一架直升机。别急啊。金明鹤立刻打了个电话，简单交代了2句，随后对苏无忌说道：15分钟后，从庄园后面的停机坪起飞，你现在还有时间去放个水，或者跟南里顶流加深一下感情。好了，险第一种。苏无忌立刻去了卫生间。开什么玩笑，15分钟够睡觉的。2分钟之后，金明鹤和苏无忌一起下楼，直奔庄园后方的停机坪。一架民用运输直升机的螺旋桨已经开始旋转了，管家正毕恭毕敬地站在旁边。我要枪，各种枪。苏无忌说道。金明鹤抬手指了指舱门：早就准备好了，都在机舱里，随便挑。谢了哥者，你真够意思。苏无忌说道。祝你一路顺风。金明鹤说道。苏无忌张开了双臂说道：您别拥抱一下。金明鹤：男人之间倒是也没必要。然而下一秒，苏无忌便将金明鹤紧紧抱住了。他纵身一跃，2人一起摔进了机舱里。起飞立刻啊！苏无忌对飞行员喊道。金明鹤不爽地喊道：引子，你不要坑我，我还要赶去意大利。苏无忌呵呵一笑：我不管，你坑了我这么多次，也得让我来坑你一次。这一趟辅济你必须去。显然，之前的破冰计划中，金明鹤强行把苏无忌绑在金家的战车上，现在苏无忌也要找回这个场子来。此时小庞正现身于激战之中，把他车子撞停的是2台厢式货车。货车停下，2个厢门同时打开，从里面涌出了15个身穿黑衣的男人。他们戴着头盔，手里皆是端着突击步枪或冲锋枪。这显然不该是出现在辅济岛的火力，甚至这都不该是辅济7星派拥有的战斗力。小庞一脚踹开车门之后，骤烈的枪声便已经响起来了。还好3台车子紧紧挤在一起，小庞这一下车，直接借助货车的车头隐藏密集的子弹，只是射中了他的车子。那10几个人也没想到小庞的躲避速度那么快，他们围着中间的那台越野车一通剧烈射击，前后排无差别扫射，把车子打得千疮百孔。然而他们根本没意识到，此刻庞爷已经身处车厢顶上了。就在这15人的第一个弹匣已经被清空的时候，轰！一个巨大的身影从天而降，直接扑倒了3个人。这3人倒地之后，脖子都已经歪向了一边，显然是活不成了。小庞的巨力使得他下落的身体如同千斤巨石，早在几人接触的一瞬间，就把这3人的脖颈给生生砸断了。这变故太过于突然，而且由于距离实在是太近，剩下的10来个人正在低头换弹匣，根本来不及射击。落地之后，小庞双手抓住2具尸体的脚脖子，直接一抡，砰砰砰，连续好几道让人心悸的闷响。这是头盔和头盔碰撞的声音。脑袋有头盔的保护，不一定能撞坏，可小庞的力量何其大，脑袋撞不坏，脖子却直接撞断了。这一轮又放倒了4个人，15人已去其妻。然而剩下的这些人已经没有开枪的机会了，
因为小庞此刻飞身跃起，如同饿虎扑食一样，扑到了他们中间。这些人一旦被小庞近了身，便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连一拳都扛不住，便被轰飞出去。气爆声如同雷霆般不断炸响，周围路过的车子都遭了殃，不断的有人被轰到了他们的车子上，车窗全部被砸得碎裂，车门皆是严重变形。解决掉了这15个人之后，警车已经呼啸着赶过来了。小庞见状转身就跑，速度极快，追向那个神秘男人离去的方向，很快的消失在了车流中。苏无忌乘坐直升机赶过来，起码得需要大半个小时，而小庞必须争取到这么多时间。老板给他下达了必须跟上的命令，小庞就绝不放弃。这一路狂奔出了几公里，小庞的脚底都要冒出火星子了。这时候他看到一个男人正准备进入停在路边的车子，于是便直接冲了过去，从对方的手里抢过了钥匙，一把将他推开，抢先坐进了驾驶座。喂，你抢车？这男人追上来喊道。小庞发动车子道：去找林州皇后酒吧的苏老板，他会把这台车买下来的。不过小庞说的是华夏语，语速又挺快，对方什么也听不懂。小庞刚刚把车子开出去2米，想起了老板的交代，又倒了回来，放下了车窗，说道：八嘎！他突然记起了老板出国前的交代，在国外干坏事的时候得说东洋话。那被抢车的司机连忙打电话报警。警察先生，我被一个东洋人抢了车，对，我确定对方就是东洋人。小庞追了10几分钟之后，终于看到了那台现代商务车的影子了。此时这儿距离港口只有几公里了，对方似乎是想乘船逃逸。前车明显也知道小庞在追击，车子骤然加速。而这时候前方的路口亮起了红灯，有几个行人开始过马路了。小庞不得不急刹车，在人行道之前堪堪刹停。可这时候一个行人忽然站定了脚步，转过了身，他抬起了一只手，砰然按在了小庞的引擎盖上，随后手腕发力往下一压，砰一声巨大的爆响，整个引擎盖都炸得变了形，高高翘起，浓烟从发动机舱里滚滚而出，甚至连带着这台车都被炸得原地跳起了2公分。从小庞的视角看去，那炸得翘起来的引擎盖忽然朝着自己扑面而来，因为那个行人的手从后面又拍了一下这引擎盖。小庞迅速开门下车，他的下半身尚未完全离开车厢，那引擎盖便重重地撞在了前挡玻璃上，无数的玻璃碎片溅射得满车厢都是。小庞下了车，一步跨至车前，重拳直接轰向了那行人。对方穿着的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夹克和牛仔裤，戴着一顶鸭舌帽，黄种人，个头不高，年纪似乎不算太大，顶多30岁。只是从此人刚刚2掌之中所展现出来的爆发力，着实是有点强了。面对小庞的强攻，这家伙没有选择硬抗，甚至连缠斗都没有，而是转头就撤。那身形如同瞬移一般，瞬间飘忽远去。而他离去的方向正是港口的反方向，这显然是要把小庞引开。小庞并未中计，而是直接追向那逃窜的商务车。那夹克男人的身法实在是迅捷，几个呼吸就跑出了200米。他见到小庞没跟上来，于是准备反身杀回去。
可这时候，一道锐利的破空之声忽然响起。当听到这声音的时候，加克南的心中警兆大起。这时候若是想要躲避，已经晚了。他倒也是足够狠辣，狠狠挥拳砸向了破空声所传来的方向。唰，鲜血飙溅。啊！这一刻，加克南控制不住地发出了一声痛吼。他赫然发现自己的拳头被一只黑色的箭矢穿透了，那箭矢正插在他的掌心之中。而就在这个时候，加克南的眼睛里忽然闪现出了一道残影。是的，就是残影。当他真正捕捉到这一道影迹的实体之时，对方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了，简直快到了不可思议。这个夹克男的速度本身已经够快了，对方的身法却明显还要在他之上。此时的夹克男连抬起双手进行格挡的时间都没有。砰！他只感觉到自己的胸口似乎被一个棍子结结实实地抽中了，夹克男控制不住地倒飞出去。然而这个时候，他赫然看到对方把自己抽飞出去的并不是棍子，而是一把长弓。在自己倒飞的时候，对方再度弯弓搭箭，动作极为迅捷。夹克男见状，在空中凌空翻身，想要进行躲避，然而那呼啸声已经到了身前，他的肩膀又中了一箭，身体重重摔落在地。该死的，你是谁？夹克男立刻起身，可是他赫然发现自己的两条手臂竟然都开始要失去知觉了。右手拳头中箭，左边肩膀也被射中。他现在完全确定这箭头里面有麻醉剂之类的药物。一道身穿黑色紧身战斗服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夹克男的眼前，竟然是个女人。夹克男深吸了一口气，忍着渐渐涌上来的眩晕感，说道：不管你是谁，此次事情都不是你所能干涉的，你一定会因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对方却开口说道：朴善红还活着，就在前面的那台车里，对吗？那个夹克男的瞳孔一缩。你在说什么？猩红神殿的6个神卫只是禁锢黑渊端到南厉的前菜，你们的第二重目的是要让暗影去一次南美，真正的杀局在那一片雨林里，对不对？这女人又说道。被道破了真实目的，夹克男浑身巨震。你到底是谁？这女人招了招手，一台商务车开了过来，在旁边停下。五花大绑的朴相根被推了出来，他跪在地上，看着面前身穿战斗服的蒙面女人，愣了一愣，接着露出了恍然的神色，随后痛哭流涕。大小姐，我不知道是您，我错了，我受到了逼迫，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一定不会。女人摇了摇头，惹了他，你没有下一次选择的机会了。说着，他把一支箭从夹克男的肩膀上拔了出来。即便有麻药的作用，夹克男仍旧疼得浑身颤抖。女人看也不看，随手一甩，那长剑便径直钻进了朴相根眉心，贯穿了整个脑袋。这位辅祭七星派的大佬双眼圆睁，重重倒地。大小姐，我去处理朴相根的尸体。一名戴着黑色口罩的男人说道。在他旁边的另一个男人则是戴着深蓝色口罩，两人皆是做了面部的伪装。之前正是他们把朴相根从别墅抓进了车子里，两人的身上皆是透着强烈的气息波动，而之前在小庞面前展现超强攻击力的那个夹克男，气势却比不过这两人。去吧，朴相根吃里扒外，死不足惜。
蒙面女剑手冷冷丢下了一句：如果家族里有谁替他说话，一并处理了。是。两人齐齐应声。而由于麻醉剂的缘故，那个夹克男的眼皮已经是越来越重，终于支撑不住，彻底晕了过去。戴着深蓝色口罩的男人说道：大小姐，这个男人应该是来自东洋，实力达到了高武水平。蒙面大小姐淡淡说道：他的武学招式里融汇了东洋和西方的特点，实力不只是高武初段，极有可能有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更不可能是籍籍无名之辈去审出他的身份，一查到底。说完，他转身离开，窈窕柔韧的身形很快消失在了夜色之下。两个口罩男子互相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睛里的震撼。大小姐的实力进展速度实在太惊人了。此事要不要汇报给家主？以他们父女的关系，你我二人还是不要多掺和了，做好分内之事就可以了。戴着黑口罩的男人看了看蓝口罩男人：快点行动吧，大小姐能愿意回一次南厉，已经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情了。一人拖着朴相根的尸体，另一人则是带着昏厥过去的夹克男上了车，两人分头离开。如果金明鹤在这里，以他对南离民间高手的了解程度，看到这两人居然以这种身份出现，怕是也得惊的眼珠子掉下来。而这个时候，小庞已经追到了港口，一艘小型快艇正在远去。小庞全速狂奔了这么久，体力确实消耗了一些，他双手扶着膝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就在这个时候，从不远处的阴影里走出了6名手持长刀的男人，他们每个人都是穿着猩红色的战斗服，身上的肃杀之意极为强烈。如果苏无忌和金明鹤在这里，便会明白，猩红神殿不只来了上6位的神位，12神位里排名靠后的6个人也都在这儿了。暗影天王的贴身保镖。其中一人说道。小庞还没回答，另一人又说道：皇后酒吧的小庞。第3人说道：天生神力，擅长暴力攻击。第4人说道：今年实力成长迅速，博阳可能死于小庞与暗影天王的联手。这几人几乎把小庞的身份和所有特点都给说出来了。显然，如果不是早就想要对苏无忌动手，他们的调查绝对不可能细致到这种程度。小庞连续几次深呼吸，勉强恢复了一下力量，沉声说道：你们调查得非常仔细，是怎么查出来的？这几人没有回答，为首的一人说道：此人的实力或许不次于暗影天王，猩红神位，最高级别合击战术，准备。随着他的话音落下，6人齐齐从口袋里取出来一粒胶囊，直接塞进了嘴里。动手之前先嗑一次药，这确实非常符合猩红神殿的一贯风格。这时候，看似有些疲惫的小庞忽然渐动了起来。趁着对方的药还没开始见效，小庞那浩浩荡荡的重拳已经陡然轰出。这6人唰的一下全部散开，仿若在这一片夜色之下开出了6个血红色的玫瑰花瓣。这种散开的方式与阵型显然是经过精心演练的。他们的速度确实很快，但是全力爆发之下的小庞更快。他那庞大的身躯就像是一枚重磅炸弹，盯着一名飞速后退的猩红神卫狠狠地撞了过去。这毫无花哨的攻击让对方直接被强烈的气机锁定，根本躲不开。轰！剧烈的气爆声已经响起，小庞和这名倒退的猩红神卫
狠狠撞击在一起，两人直接栽入了大海之中。由于小庞所释放出的攻击力还在四散，在入海的一瞬间，那狂暴的力量溅起了巨大的水花，仿若在这一片区域里下了一场瓢泼大雨。看到此景，其余5名后退的猩红神卫此刻纷纷冲了回来，挥刀飞身追入了大海之中。一时间，这一片海域里的海浪明显更加翻涌了起来。一个男人站在港口之上，手里扣着2枚午夜飞镖，看着海浪里依稀可见的刀光，刚要抬手，后面却响起了一道声音：泰珠叔叔，你给小庞留一点成长空间呀。金泰珠原来一直留在福记，并没有离开。他回头看了一眼，微笑道：其实有你在，我们这些老家伙根本不用来，他家对你可是最放心的吧。泰珠叔叔过奖了。身后的姑娘说道：不过来犯之敌太多，我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而且猩红神殿的战斗力太强了，这些神卫经过了后天的科技提升，实力比天泉神卫要明显高出一个档次来。的确，哪怕是猩红神殿的后6位神卫，一旦展开合击阵型，也是相当不好对付。即便这样，你还不让我出手？金泰珠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他年轻的时候不苟言笑，少言寡语，现在多年过去了，稍微上了年纪的金泰珠，此刻的笑容之中竟是透出了一种和蔼的感觉来。身后的姑娘轻笑：就像之前的加列戈斯，泰珠叔叔也该留给无忌练练手才是。小庞也需要经历真正的战斗，才能成长起来。以你对他俩的照顾程度，这不太像是你会说出来的话。金泰珠笑道：倒像是无忌他老爸特意交代你的。身后的姑娘微笑道：其实这也是小庞老爸对我说的话。金泰珠看着海浪说道：几个猩红神卫磕了药，围攻体力消耗不小的小庞，我这老家伙都有点看不过去了。不过猩红神殿的合击阵法确实是有点东西。他的目光似乎能够穿透夜色下的深沉海面，把所有的战斗细节全部收入眼底。显然，如果小庞不到极为危急的关头，金泰珠是不会出手了。无忌什么时候到？金泰珠问道。身后的姑娘抬手指了指远处的夜空，轻笑着，眼睛里的宠溺感不自觉地便流露了出来，轻声说道：已经来了。月色之下，直升机的模糊影迹已经出现。在那艘已经跑出了好几公里的快艇之上，几人齐齐抬起了头。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抬起来突击步枪，正要对着越来越近的直升机扣动扳机，可这时候枪声已经提前响起。砰！子弹从直升机舱门处射出来，这个全副武装的家伙直接被打爆了头。他脑袋里的红白之物溅射的到处都是，尤其是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更是被溅了满头满脸。然而旁边这人只是抬起袖子擦了擦脸上的血，甚至没有流露出任何惶恐的表情。在此人的脚踝上有着一个实时发送定位的电子脚镣。快艇急急转向，想要躲避射击，然而第2发狙击枪子弹已经从直升机上飞掠而来。砰！快艇的发动机被精准命中，当即冒出了浓烟。负责驾驶的男人尝试启动了好几下，还是无奈放弃了。直升机缓缓降低了高度，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近到了足以看清楚飞行员的眼神。苏无忌抱着狙击枪，又是接连扣动几次扳机。
这几枪没有打中人，全部命中快艇的地板。很快，这艘小型快艇便开始迅速进水了，海水眼看着就要淹没艇上这几人的脚面了。放下武器，立刻投降。飞行员的广播已经响起来了。苏无忌从狙击枪瞄准镜里，静静地看着快艇上的人。一共4个人，有3人都高举双手，剩下的1人则是坐在椅子上，只是抬头看了一眼直升机，便兴致缺缺地低下头，看着船舱里越来越深的海水。小庞那边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这次追击的难度实在不高。苏无忌盯着瞄准镜说道。金明鹤透过舷窗，目光落在那个戴着脚镣的男人身上。所以这就是个阳谋，目的就是让你去一趟南美雨林。苏无忌显然也看明白了，对于那些敌人来说，自己如果追不上这艘船，那最好不过；如果追上了，那也无所谓，大不了损失几个所谓的高手罢了。这也是表面上给小庞设置了好几道障碍的原因所在。苏无忌说道：你是布局高手，以你的眼光来看，对方的手腕如何？首先，我不是布局高手。金明鹤说道。其次，这人比我厉害多了，这布局颇为大气，很有格局和压迫力。你这种谦虚没有意思啊。苏无忌摇了摇头，看着已经进了不少水的快艇，举起扩音器，高声喊道：朴善红举起双手，立即投降。那个戴着脚镣的男人抬起头来，大声回应道：我投降与否，没有意。他的双眼里透着清晰的自嘲之意，而在这自嘲眼神的背后，还有强烈的灰败之感，似乎了无生趣。苏无忌的判断没错，此人就是朴善红，他并没有死。在苏无忌之前与朴相根的对话之中，就已经判断出来，后者的微表情有问题，说不定失踪许久的儿子已经回来了。果然，小庞的盯梢结果证明苏无忌的判断是正确的。只要投降，你还可以活下去。苏无忌沉声喊着。朴善红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踝，把脚翘起来，踩在前面的椅背上，摇了摇头，用最大的声量回应道：活不了了，我从头到尾都不是游侠的朋友，你们救不了我，也没必要救我。金明鹤沉声说道：脚镣是有问题。苏无忌自然也看出来了，他脚踩起落架，一步跃出，直接越过了7、8米，跳到了半沉的快艇之上。随后紫色剑芒扬起，狠狠地斩在了这脚镣之上。铿然一声响，火星四溅，锋利至极的紫色软剑竟然没能将脚镣斩断。没用的。朴善红的眼光复杂，说道：你和我都得死。随着苏无忌的这一剑，那脚镣忽然开始发出了滴滴滴的急促声音。这声音听起来让人心烦意乱，好像催命符一般。快艇上的另外3人见状，面露惊恐之色，齐齐跳下了大海。苏无忌却没有逃跑，他的紫色软剑再度一挥，直接将朴善红的这条腿齐膝斩断。唰，血光飙溅，朴善红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呢，苏无忌就已经飞起一脚，将他那半截小腿踢出了几10米。轰！那电子脚镣爆炸了，连带着朴善红的小腿和左脚，当空炸成了耀眼的烟花。看着那耀眼的烟花，朴善红真是觉得太扯淡，太离谱了。自己居然被用这种方法救了下来。由于那紫色软剑太过于锋利，当烟花四散之后，剧痛感
才传了过来。一条腿被这么直接斩断，失血量惊人。饶是朴善红的实力相当不错，此刻也疼得当场昏厥了过去。苏无忌带着他跳回了直升机，而几艘金家的快艇已经从各个方向相继驶来，将另外3个跳入水中的敌人捞了上来。在苏无忌的指挥之下，这3人的衣物立刻被扒了个一干二净，防止再出现其他隐蔽的爆炸物。还好，他们的身上并没有类似于朴善红那种电子脚镣一样的东西。金明鹤看着夜空之中的烟花余烬，摇了摇头。我收回刚刚的评价，这个布局者一点都不大气，看似有一些格局，简直阴狠毒辣到了极点，是个相当难缠的对手。那能爆炸的电子脚镣，明显就是为苏无忌而准备的，就是想要趁机把他给直接炸死。这不只是阳谋，更是阳谋里藏着简单直接的大阴谋。苏无忌呵呵一笑，很少看到你这么义愤填膺地发表观点。金明鹤说道，我是替你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这个幕后布局者是个玩弄人性的高手，够你头疼的了。苏无忌摇了摇头，这混蛋知道我看到朴善红活着，一定会去救他，所以才搞出了这一场爆炸。采访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心情？金明鹤笑着看向了苏无忌。愧的欢之。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金明鹤不解，苏无忌的表情明显有些肉疼。好不容易把你拽进了直升机，却没派上什么用场，简直亏大发了。金明鹤笑着，显得心情很好，指了指朴善红。我可以推迟1天离开，帮你审一审他。苏无忌呵呵一笑，谢了，不需要。金明鹤早就料到苏无忌会拒绝。怎么，怕你审出来的结果跟情报局共享？苏无忌说道。我怕你们这群无耻之徒先把桃子给我摘了。我不是这样的人，再说了，我可不想惹到那么难缠的对手。金明鹤说道。你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能告诉我是谁拐卖了幼灵吧？这怎么能算彻底解决呢？苏无忌说道。你先陪我去一趟南美，我就告诉你。金明鹤简直无语，他叹了一声，看似满脸的无奈。我的战斗力不太行，身上还有一些老毛病，真去了南美会拖了你的后腿的。苏无忌说道。那我不管，先去了再说。这一次他实在是不爽，被算计到了这种程度，幕后敌人的阴毒狠辣由此可见一斑。带着歌者这种喜欢在背后布局的家伙去南美，跟自己互相配合，也算是双保险了。而且金明鹤说他战斗力不行，苏无忌可是清楚地记得，之前在破冰计划现场的电梯里，这家伙轻轻松松地挡下了自己的攻击。歌者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直升机拉升高度，开始往港口的方向飞。苏无忌扫了一眼那边的情况，又坐回了舱门口，架起了狙击枪。海浪还在翻涌着，隐隐有凌厉的刀光透出海面。一个身穿猩红色战斗服的身影忽然间高高的跃出水面，足尖在海浪上一点，身形2次腾起，朝着港口的方向狂奔。看样子这是要逃跑了。苏无忌正准备扣动扳机，可这时候一道寒芒忽然在夜色之下一闪而没。他从瞄准镜里看到这个猩红神卫的身形狠狠一顿，仿佛遭到了一台重卡的迎面撞击。此人的双手本能地捂住了胸口，随后掉落大海。午夜飞镖。
苏无忌不禁有点无语，心中暗道：这太朱叔又来过把瘾了。金明鹤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他正通过另一个侧的舷窗看着夜色下的海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太朱叔叔，那个站在金太珠旁边的姑娘似乎有些无奈地说道：您又出手帮小庞了。金太珠尴尬地干笑了2声：嗨，我这是一时手痒没忍住，放心，下次肯定不会了，哈哈。他可憋得太久了。堂堂的第1代太阳神卫，妥妥的杀人机器，现在天天在养老院的物业中心里打牌，那种滋味真是好比让一个习惯种地、劈柴、喂牲口的农民大叔住进城市里的小高层，没过几天，这新鲜感就没有了。太朱叔叔也有一颗想要扮猪吃老虎的心。这时候，又有一个身影从海面中跃起，正是已经在水中缠斗许久的小庞。之前那个被金太珠用飞镖打爆了心脏的神卫，就是被他逼出海面的。此刻小庞的身上带着无数的水花，仿佛蛟龙出海，极具气势。他这么一亮相，又有2道身影冲出海面追了出来。也就是说，刚刚在水下的一番缠斗，已经有3个猩红神卫被小庞干掉了。今天来了6个神卫，现在只剩下这2人了。猩红神殿损失惨重，这2名猩红神卫的速度也不慢，人在空中，长刀便已经挥起，朝着小庞的后背劈去。这时候直升机已经飞到了这一片区域，苏无忌把狙击枪往机舱里一扔，直接从起落架上扑了下去。一名猩红神卫正追击小庞呢，毫无防备，直接被苏无忌砸入水中。他的体力已经被小庞消耗了大半，此刻被砸得晕头转向，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抗的动作，便已经被紫色软剑缠绕上了脖颈。剑锋之上的寒意瞬间让其感觉到了无比的惊惧。然而他并没有那么多恐惧的时间，因为苏无忌的右手一拉，这名猩红神卫的脖颈直接被剑锋切断，脑袋被远远地甩出了海面。而这时候小庞也已经翻身一拳，把那名猩红神卫砸飞了出去。后者吐着血倒飞，眼看着就要摔落海中。唰！大海之中，紫色光芒已是骤然亮起，从那名猩红神卫的腰间横扫而过。这个神卫直接被切成了2截，鲜血和内脏当空泼洒。万里之外，那个代号叫凶雨的女人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场间气氛有些凝重。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着2个人，营月的前任指挥官雪人，以及裁决庭的第6警卫麦耶斯。雪人难得再次开口：兄宇，你刚刚看了一眼手机，然后表情变得凝重了许多，看来你的双保险也已经失效了。他的嘴唇上已经干裂出了许多口子了，皮肤变得枯黄，整个人无比虚弱，暗淡无光，可是心情却明显挺好的。麦耶斯说道：兄宇所做的已经挺好了，这计策非常完美，绝对已经奏效了。暗影天王现在不得不到南美一趟。其实在他们看来，凶宇的这一系列安排已经近乎于无懈可击了，每一步都能把苏无忌引向死局。可对方还是能一次又一次地从绝对杀境中脱身而出，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苏无忌的运气太好了。仔细想想，确实会让人有些挫败。凶宇缓缓地摇了摇头，眸子里
没有任何的表情，轻声说道：“可惜未能一举建功，还损失了好几个人。”这语气之中似乎略带惋惜之意。其实那3个被俘虏的都是雇佣兵，是死是活无关紧要，而真正能让胸羽感觉到肉疼的是那个负责引开小庞的东洋加克南。此人是胸羽的心腹，算得上是秘密武器了。胸羽为了保护他，甚至没有让他担任正面强攻的主力，而只是负责引开追兵。可即便这样，对方此刻依旧没有消息传来，要么死掉，要么被俘虏了，最好是前者。当然，那个夹克男受过最严酷的反审讯训练，并且忠诚度极高，胸羽并不担心对方会暴露出自己的身份。可是他想不明白，苏无忌究竟是如何拆解掉自己的这些布置的。胸羽，你不是个好人，但也不是个坏人。雪人忽然说道，这句话似乎跟刚刚发生的事情毫无关联。胸羽看了他一眼，说道：“雪人先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这么聪明，又怎么会不明白呢？雪人微笑着说道：“你这么一个聪明人，应该早点给自己准备一条光明的出路。”第6禁卫麦耶斯呵呵一笑：“雪人，这时候还想离间胸羽？事实上，你就算是真的把他离间了，也没太大的关系。在整个黑渊里，有能力布局的又不止胸羽一人。”随后他冷笑着看了看对面的姑娘，直白了当地说道：“他如果不是展现出了自己的价值，黑渊又会留他到现在吗？”胸羽听了这句话，面无表情。雪人摇了摇头：“我想喝水。”距离上次喝了一杯水过后，他到现在又是滴水未进，面容枯槁，肌肉都快要彻底瘦没了。胸羽说道：“雪人先生，你需要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如果一直这样不配合，就只有渴死饿死了。”雪人开口说道：“曾经才绝庭的第1禁卫，早已经向雷蒙情报局透露，华夏坠机案的幸存者目前都在墨西哥。”听了这句话，麦耶斯和胸羽的眼光皆是狠狠一颤。雪人继续说道：“我如果是你们，就立刻把他们转移走。”这个叛徒！麦耶斯狠狠骂道。胸羽起身，亲自倒了一杯水，端到了雪人的面前。“雪人先生，谢谢你的提醒。接下来的1周，你每天都可以喝水进食了。”金家的私人医院里，被苏无忌一剑截肢了的朴善红正躺在病床上。这是一间很特殊的病房，位于医院的地下2层。和其他病房的洁白色调不同的是，这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充满了灰暗感，而在墙上还挂着几十种看起来就让人头皮发麻的工具。不过这些工具绝对能称得上是刑具了。苏无忌和小庞站在房间里，金明鹤则是悠哉悠哉地坐在一旁，看着苏无忌审讯，只是时不时地插句嘴：“所以你本来就不是游侠的人。”金明鹤问向朴善红。苏无忌没好气地看着他，说道：“都说了我自己审，你非要舔着脸跟过来，还要插嘴，把我的思路都给打乱了。”金明鹤笑道：“这里可是金家的地盘，我来去自由，你管得着吗？”现在他也发现了对付苏无忌的高效率小妙招了，只要脸皮比他更厚一些就可以了。我确实不是游侠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以前是赏金猎人。朴善红说着叹了一口气，此时麻药的劲儿过去，疼痛一阵阵的袭来，让他的脸色明显有些发白。
这个答案倒是有些出乎苏无忌和金明鹤的预料。这俩人本来都猜测朴胜红是禁锢黑渊的间谍，却没想到他居然是个赏金猎人，明明只要安安稳稳的生活，就能接任七星派的会长，成为未来南厉的地下世界大佬。可这家伙偏偏要去西方黑暗世界里干这种危险的行当，苏无忌真的有些难以理解。他在难以理解朴善红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自己比对方还能折腾。你当时接下的是什么任务啊？苏无忌问道。他大概已经猜出来，朴善红这个赏金猎人所接的任务是冒充游侠。可是审讯时不能这样主动开口，要引导对方一步步地把真相说出来。朴善红说道：进入游侠组织，成为一名游侠，时限5年。你应该不缺钱，为什么要接这样的任务？苏无忌说道：这会让你失去5年的自由。朴善红说道：我进入黑暗世界就是为了寻找自我价值，我不想按部就班地跟随父亲的脚步，至于继承七星派，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苏无忌面无表情。接着说。朴善红说道：进入游侠也并不意味着失去自由，相反，这是整个黑暗世界里自由度最大的组织，而且金主给出的条件非常宽松，在这个任务进行期间并不影响我参与其他任务。苏无忌说道：他们答应给你多少钱？朴善红说道：1000万美金。虽然金额不少，但应该很难给你形成足够的驱动力。苏无忌说道：你肯定还隐藏了别的条件。毕竟5年1000万美金，平均到每年才200万，对于朴善红这个富二代来说，这并不算多么夸张的价格。朴善红说道：我太累了，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苏无忌说道：小庞看来他并不算特别配合，让他清醒清醒。小庞走到病床边，举起了拳头，眼看着就要对着脑袋抡下去了。停停停！苏无忌没好气地喊道：你这一拳下去，是要让人清醒，还是要把人给直接砸死？小庞扭头问道：老板，只用一城里也不行吗？苏无忌没好气地喊道：换个地方稍微温柔点。面对小庞那悬在脑袋上的拳头，朴善红的眼睛里没有丝毫害怕，似乎还带着解脱。显然他早已有了死志。是，老板，换个地方温柔点。小庞说着，把拳头展开，一巴掌抽在了朴善红小腹之下的关键位置。砰！这一巴掌下去，朴善红被打得差点从床上弹起来，他的脸简直都要疼得变形了。你可以杀我，但不能侮辱我。朴善红的五官皱在一起，那苍白的脸都变成了猪肝色。苏无忌淡淡说道：小庞继续。小庞又打了一巴掌。朴善红再度发出了一声惨叫，他宁愿再被剁掉一条腿，也不想承受这种灵魂的战栗，这简直是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这场景让苏无忌在一旁看得牙酸。坐在墙角的金明鹤看似翘起了二郎腿，实则是本能地夹住了自己。苏无忌说道：继续吧，小庞，只要朴善红不配合，你就不要停。金明鹤说道：幸好你遇到的不是一个受过严格反审讯训练的人，不然这招没效果。苏无忌呵呵一笑：没效果那就给他切掉，用钝刀子一点点的割，看他交代不交代。金明鹤指了指墙上挂着的那些玩意儿：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你还不如用这些刑具来得痛快。苏无忌抬手说道：
小庞先别打了，去烧一锅热油，再往里面多撒点辣椒面，我要浇在这个家伙身上。朴善红听了这话，忍不住的打了个哆嗦，喊道：别，我现在不累了，全都说。苏无忌呵呵一笑：这样才对嘛，你都存了死志了，还有什么可保留的？朴善红艰难地说道：我确实一心求死，但是你们这样侮辱我。苏无忌呵呵一笑：能因为关键部位的疼痛而开口，说明你这死志也不怎么坚定。显然朴善红接下来所说的话才是关键。除了钱之外，第二个条件是成为天神室里的神位。朴善红说道。苏无忌的眉头一皱，问道：哪个天神室里？朴善红强忍着小腹之下的剧痛说道：我也不知道，但极有可能是猩红神殿。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朴善红看了他一眼，又犹豫了1秒钟，随后立刻说道：因为在接下任务之前，我见到了猩红之神。金明鹤倏然站起身来，快步来到病床前，问道：你确定那人是猩红之神？朴善红喊道：我确定，那种天神强者的气势绝对不是别人所能冒充的。苏无忌沉思了半分钟，才终于开口问道：见面之时最关键的细节是什么啊？朴善红回想了一下见面之时的情形，随后眼睛里控制不住地流露出了复杂的光芒，说道：猩红之神并不是主导，他跟在一个神秘黑衣人的身后，看起来就像是他的副手。朴善红的体力终于支撑不住了。当他昏厥过去之后，审讯暂告一段落。一夜未睡的苏无忌和金明鹤坐在金家的花园里，两人似乎仍旧毫无睡意，很久都没吭声。管家已经送来了咖啡，金明鹤还处于沉思状态中，接过杯子一口喝光，随后把咖啡杯放在了托盘上，说道：这杯拿铁的味道一般，咖啡的比例比牛奶多了一些。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苏无忌嘴唇刚刚接触到咖啡，他咽了一口，立刻说道：这是拿铁，是不是只放了牛奶，忘了放咖啡？要是白须阳这个伪资深的咖啡玩家在这里，肯定得现场搞一台咖啡机来大显身手。管家立刻躬身说道：抱歉，明鹤少爷苏先生，这2杯咖啡是寒。他的话还没说完，一道好听的女声便把这句话给接了过去：咖啡是我做的，味道可能不太好，实在抱歉。花园门口已经出现了一个高挑又娇俏的身影，正是前一天跟苏无忌有过某些误会的韩世恩。他穿着天青色的轻薄羽绒服，并未拉上拉链，内搭白色高领羊绒衫，把那线条不俗的上半身展现无余。而他的下半身则是穿着中腰牛仔裤，配上那短款的羽绒服。苏无忌不禁觉得那2条逆天长腿简直比金明鹤的命还长。你怎么来了？苏无忌问道。韩世恩鞠了一躬，说道：我前一天误会了你，我想做一杯咖啡向你道歉，但是老管家先生让我做2杯。道歉就没必要了。苏无忌抿了一口，说道：下次别买这个牌子的咖啡豆了，肯定是让人骗了。韩世恩后知后觉，那一张又态又媚态的脸上瞬间变得愕然。啊，我有一杯好像忘了兑咖啡，怪不得咖啡壶里还剩了一半。苏无忌，你这脑子也就只适合走颜值路线了。笨蛋，美人吗？实在抱歉，我……韩世恩连忙鞠躬。金明鹤笑道：你倒用不着向我道歉，
我喝了你的咖啡，应该向你表示感谢才是。苏无忌指着金明鹤，韩世恩，我昨天之所以走错了房间，都是因为这个家伙，是他故意让我去找你的。韩世恩愣了愣，金明鹤此刻的表现颇有一种厚颜无耻的感觉。韩世恩，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金在旭的弟弟，我让无忌去找你睡觉，是为了你好。这有什么逻辑关系吗？以韩世恩的脑子，很难想明白星辰歌者的脑回路。让他来睡我，还是为了我好？苏无忌没好气地骂道。金明鹤这种话都能说得出来，你到底要不要脸？金明鹤指了指苏无忌，对韩世恩笑呵呵地说道：未来的金甲起码有一半是苏无忌的，在他和金在旭这个老家伙之间，如果让你必须选一个，你选谁？韩世恩并未有什么纠结，甚至根本没意识到金明鹤在话语里挖的坑，他的眼睛直接看向了苏无忌。2选1嘛，这个很简单呀，我选苏先生。金明鹤一拍手，你看，这么简单就促成了一桩姻缘。韩世恩一愣，促成姻缘了吗？谁和谁的？这时候，一道饱含着不满的声音在花园门口悠悠响起。叔叔，你不该这样。听到了这声音之后，金明鹤顿时满头大汗，因为出现在花园门口的正是金在旭和金傲丽父女俩。金在旭盯着自己的弟弟，双眼都快喷火了。苏无忌难得看到金明鹤露出这副囧样，哈哈大笑。真不错，天天自作聪明，终于能看到你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韩世恩见到了金在旭，明显慌了一下，他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只能低头鞠躬，掩盖内心的慌乱。金在旭看了看他，随后说道：我对你没什么兴趣，别那么害怕。哦，好的，谢谢您。韩世恩处于完全凌乱的状态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谢什么。谢你老金的不睡之恩。金在旭挥了挥手，去你们公司的练习室练舞吧。另外，从今以后，如果你不想住在这里，也没问题。在女儿面前，这位权倾南厉的家主还是尽力表现出一副面对美女无动于衷的状态。毕竟韩世恩这丫头的年纪比幼龄还小呢。韩世恩有些乱，有些慌，匆忙鞠躬之后又看了苏无忌一眼，这才离开。等他走远，金在旭来到了弟弟面前，没好气地说道：你乱点什么鸳鸯谱？怎么想把幼龄的未婚夫给撬走？在发飙的大哥面前，金明鹤难得露出了讪讪一笑的表情。我就是随口开个玩笑罢了。毕竟金傲丽还在旁边，他这个当叔叔的可不能当面说出苏无忌又不止一个女朋友之类的话来。他随后转向了金傲丽：嗨，幼林，是我这个叔叔有些为老不尊了。苏无忌呵呵一笑：知道就好诶。金在旭指了指弟弟，摇了摇头，叹了一声说道：你跟我过来，管家，你也过来。说完，他转头就走。等这三人离开，这花园里面只剩下了苏无忌和金傲丽两人。此时的金傲丽披着一件黑色大衣，这纯色的黑配上那雪白细腻的轻颜，竟是在这初冬的早晨生出了一股冷艳的感觉来。全世界只有苏无忌知道，这件宽松大衣之下的身体有多么美妙。苏无忌哈哈一笑，说道：你爸是在给咱们创造空间呢。金傲丽撅了撅嘴，很是不满地说道：叔叔真不靠谱。确实不靠谱，但他可是歌者，你听说过这个人吗？苏无忌说道：
谁能想到雷蒙情报局的传奇 S 级调查官，居然是这么一个为老不尊的家伙。在金奥利面前，苏无忌可没有替金明鹤隐藏身份的想法。叔叔是歌者。金奥利明显愣了愣，看似有些吃惊，追问了一句：雷蒙情报局的歌者。苏无忌注意到了这愕然的表情，但明显没有多想。没错，他就是那个星辰歌者，看样子你也听说过这个代号啊。金奥利的神情似乎有一些艰难。听说过，当然听说过。这家伙狡猾着呢，你以后可别被他给坑了。苏无忌说道。昨天我问他你住在哪儿，他为了坑我，居然把我引向了韩世恩居住的那栋房子。金奥利把剧烈震荡的心情勉强收拾好，才笑了笑。看来这个叔叔很有玩心呢。说着，他压低了声音问道：对了，你和那个韩世恩没发生什么吧？苏无忌的表情有些艰难，随后说道：说实话，差一点发生了什么。我本来还以为睡在床上的是你，结果韩世恩吓得连连道歉，因为他把我当成了你爸。这关系听起来有点混乱。然而金奥利听了，却轻轻踮起脚尖，在苏无忌的耳边轻轻地喊了一声：爸爸。大冬天的早晨，一夜没睡的苏无忌瞬间被这2个字给喊到浑身兽血沸腾。走诶。苏无忌拉起了金奥利的手，急不可耐地说道：爸妈哄你睡觉去。这一觉，苏无忌睡了18分钟。按下结束秒表的那一刻，他觉得这数字还挺吉利的。状态比起上次略有回升。躺在他的怀里，金奥利问道：爸无忌，你是不是要回国了？喊顺口了。苏无忌想了想那个被丢在医院地底下审讯室里的朴善红，说道：也不一定，说不定直奔国外呢。听了这话，金奥利的眼睛里随即流露出了不舍。你累吗？他又问道。苏无忌看了看怀中如玉的人儿，揉了揉稍显沉重的眼皮，感觉到有点热了。虽然有点困，但一点也不累。金奥利于是做了个八仙过海里张国老的标志性动作。不愧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苏无忌一下子困意全无了。你的皮肤真好，他忍不住地说道。在苏无忌在金奥利的房间里补觉的时候，金明鹤一直在与朴善红聊天。当然，小庞谨遵老板吩咐，始终守在旁边，以免金明鹤套出什么重要情报私藏起来。所以，包括你在内，12名游侠其实是遭到了猩红之神的攻击。金明鹤问道。朴善红说道：不，确切地说，不只是猩红之神，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名神秘天神。还有另一名天神？金明鹤的眉头顿时狠狠皱了起来。以他的阅历，这世界上能让他皱眉头的事情可不多。猩红之神参与到对游侠组织的围杀中，并没有让金明鹤感觉到意外。毕竟在这任务发布的时候，猩红就曾与朴善红见过面。但是这一次有另外一名身份不明的天神参与此事，那么这事儿就变得很麻烦了，一下子多了很多种排列组合的可能性。朴善红说道：是的，否则的话，我们那一支小队也不会毫无还手之力，以至于现场根本没有留下任何的战斗痕迹。金明鹤敏锐地抓住了对方话语里不严谨的地方。是不是那个人只是拥有天神级的战斗力，而并非天神？朴善红说道：不，就是天神，因为我后来听到有人称呼他天神大人。金明鹤说道：后来那11个游侠怎么样了？朴善红说道：也许死了，
也许被拉到某个地方干苦力了。那些事情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你呢？金明鹤问道。是不是连尾款都没有收到？朴善红说道。尾款真的收到了，1000万美金全部打进了我的账户里，但是我暂时失去了自由。把你囚禁了。金明鹤说道。朴善红说道。说是考察期，再考察几年就能成为猩红神卫。在考察期内，我必须带着电子脚镣，活动地点不能离开玻利维亚或者墨西哥的国境。玻利维亚还有墨西哥？金明鹤问道。那里是他们的基地。朴善红。我真的不清楚，不骗你，因为在南美的雨林里昏迷之后，我就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每一次离开大本营，都是事先服下了安眠药，才被送到玻利维亚或者墨西哥。金明鹤说道。他们怎么联系你？用电话？朴善红说道。不，每一次都是直接见面。毕竟这脚镣能发送定位，我找了很多人，尝试了很多种方法，根本解不开。金明鹤说道。如果不是这次回国，你大概还能在玻利维亚再生活一段时间。朴善红自嘲地笑了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样的生活我也早就过够了。金明鹤摇了摇头。不，接下来你可能要在这个房间里一直生活到死。朴善红的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光，说道。不一定吧。金明鹤笑了笑。怎么，你还觉得有人能来救你？救我？不，我觉得猩红之神可能会派人来杀我。朴善红自嘲地说道。金明鹤淡淡地说道。这里是南离金家，他们不会这么不开眼的。说罢，他拍了拍小庞的肩膀。咱们走吧。小庞纹丝不动。怎么了？金明鹤说道。重要的问题都已经审完了，走吧。小庞面无表情地说道。老板不让我走，我就不能走。金明鹤哭笑不得。你还真是忠心耿耿，可你老板正在和女孩在床上。算了，你想待就待着吧。说罢，他走了出去。朴善红明显有些疲惫，看了小庞一眼，闭上了眼睛。小庞静静站立，足足半个小时都没动弹。半小时之后，他走到了门边，确定走廊没有人之后，才来到了病床前，说道。我老板让我告诉你一句话。朴善红睁开了眼睛。他想说什么？小庞说道。他知道你那个德国女友的下落。在听到了这个名字之后，朴善红的双眼骤然聚光，一下子撑着身体坐了起来。他伸手抓住了小庞的手，声音之中已经明显带上了激动之意。暗影天王知道亨德里希在哪里？小庞的声音之中不含丝毫感情。我老板还有一句话让我告诉你。说，求你快说。朴善红之前颇有死志，现在却完全不想死了。小庞说道。你和德国女友的孩子已经5岁了。朴善红愣住了，随后他的双眼开始变红，眼泪慢慢积蓄在了眼睛里。当泪水流出的时候，他笑了起来。暗影天王想要交换什么？小庞说道。交换你的最大价值。朴善红也不是个没脑子的人，他沉默了一下，随后说道。我想，我大概知道我最大的价值在哪里了。小庞没吭声，静静地等着他开口。朴善红说道。我在墨西哥的时候见过一位华夏将军，